眼前这个女司机刚刚上路，一辆摩托车失控冲出，突然倒在她车前。她惊慌打方向盘，紧急刹车，可还是撞上货车尾部。她身体穿过挡风玻璃，重重摔倒在地。然而醒来后，她竟毫发无损。她惊讶地转身，看到很多人围在自己的车前。她慢吞吞地走过去，才发现自己早就倒在方向盘上。智贤彻底懵了，他想冲进人群看个清楚，却发现自己完全碰不到别人。正当他困惑时，一个外卖小哥出现在附近，他目光闪烁，显然看得到他。智贤激动地挥手打招呼，小哥仿佛没听见，接完电话急匆匆地走了。紧接着救护车赶到，他看到自己血迹斑斑，智贤立马跟着上了救护车。等他到了医院，却发现爸爸和未婚夫看不见他，他们甚至穿过了他的身体。智贤无助地哭了起来，那小哥却意外地再次现身了。智贤急忙跟上，来到了抢救室。他看到一位大叔灵魂离体，跟着小哥的引导进入了传送门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这时智贤才意识到自己跟大叔一样成了鬼魂。他请求使者不让他走，使者也对他说，按照原定计划，他本不该是死者之一，但路上突然跑出个想自杀的女人，因此他出了意外，想让灵魂重返肉体，只有49天时间，得找3个真心为他流泪的人。亲人的眼泪不算，智贤总算松了口气。他相信未婚夫和朋友们会帮到他，会为自己真心流泪。看到他那么天真，带他参加了一场葬礼，很多人在哭，但只有死者妻子真的伤心，其他人虽在哭泣，眼泪却不真诚。深夜，带智贤到一家便利店，里面有个叫伊景的女子在工作，将与她共用身体。智贤只有在伊景白天熟睡时，才能进入她的身体。49天内的所有开销，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挣，而且不能向任何人暴露身份，否则就会失去复活机会。智贤接受了，但他随伊景回到住处后，发现伊景的生活乱得一团糟，上班泡面解决，下班直接睡觉，连头发都懒得整理，对爱美的智贤简直折磨。趁着还有精力，他向使者借了点钱，买了洗发水，然后上街找工作。不小心走进了朋友韩江的店，利用自己的新面孔，智贤请求韩江给他一份工作，不过他想到店里不缺人，便果断拒绝了他。智贤紧张地抠着手指，这个小动作让韩江想到了一些事，面前的人和智贤有几分相像，于是韩江索性决定收留他。智贤异常高兴，然后他去了闺蜜家门口，正巧他俩为他感到难过，他不敢打扰，就没敲门，拎回洗发水到伊景家，防止伊景醒来察觉异常。智贤把洗发水藏了起来，然后换上了居家服，安心地回到床上躺下，等着灵魂离开伊景身体。因为恢复灵魂形态，智贤甚至连门都没机会碰。他请求使者带他去医院，结果使者无法干涉人类的事，终于把伊景判醒了。趁着他去上班，智贤赶紧去了医院，看到未婚夫守在植物人床边，智贤感动得不行。但他不明白的是，明浩怎么连一滴泪也没流？难道是因为太伤心哭不出来吗？终于天亮了，伊景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了，智贤赶紧跟上，美美的洗个头，还不忘挑件像样的衣服换上。等他到餐厅上班时，笨手笨脚的样子让韩江很头疼。明明说在大酒店工作过，怎么像是千金小姐第一次打工？韩江开始怀疑他的履历。智贤来到伊景工作过的酒店开证明，意外碰见了明浩。智贤高兴地跟上去，但发现他在等人，而且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挚友小静。智贤颤抖着走到门口，同时也回想起车祸前的情形。那天他原本要给小静送伴娘服，路上却看到他和明浩坐在车里，他们环手牵着手，非常亲密。我本想跟上确认，结果半道上出了车祸。想起这些，智贤既愤怒又憎恨。等到午夜12点，他将身体还给伊景，自己悄悄溜出门缝，想看看明浩和小静在说什么。没想到的是，这两人竟然有更大的阴谋。起初明浩带着目的接近智贤，是小静帮他们牵的线，全为了智贤家的产业。看到智贤变成植物人，明浩又想找他的印章，吞掉他名下的地皮。智贤难以置信地捂住嘴，以为3滴泪很容易收集，现在才发现身边竟没有一个真心人。他开始感觉有点泄气，已经好几天没用伊景的身体了，他们俩一个活人一个鬼魂就这么共处。看到伊景和自己一样颓废，智贤感到有种共鸣。突然间，那个天使出现了，智贤的模样若有所失。那人打算提前带智贤离开，想到父母还被瞒在鼓里，智贤终于振作了起来，重回餐厅工作。韩江脸色很差，毕竟谁上班第一天就旷工呢？
还好智贤各种装可怜，韩江才同意让他留下。晚上明浩他们来吃饭，智贤明显很反感，但他很快偷听到了消息，父亲将会把公司掌权交给明浩，这让他心神不宁，玻璃糊掉了。韩江误以为他身体不舒服，就让他提前回家休息。为了找回他的印章，他第二天悄悄回了原家，但翻找一番之后，却忘了印章放哪儿了。就在这时，明浩也来了，他谎称是来帮智贤取东西，夫人便让他上楼。听到脚步声，智贤连忙跑到窗外，2楼的窗户，他鼓起勇气跳了下去，结果没被抓到，但是脚扭伤了，也招来了责备。明浩就带了几个玩偶去智贤的病房看他，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，还故作悲伤的去餐厅借酒消愁。智贤极度厌恶，服务时也是冷言冷语，是第一次被这样对待。明浩还以为智贤在欲擒故纵，试图引起他的关注，看他那自命不凡的样子，智贤差点脱口而出身份。脖子上的吊坠突然发热发光，使者再次现身，警告智贤别再继续讲了，已经没有复活的希望了。智贤听话照做，等身体还给衣锦后，他再次潜入医院，听到明浩和小静的对话，他们竟在一起5年了，只要得到印章，家产就会被他们夺走。智贤绝望的哭泣，余光瞥见旁边的袋鼠玩偶，这才想到车祸前把印章放在了袋鼠玩偶口袋，想伸手拿，可是现在是鬼魂，根本触碰不了东西。次日附身到衣锦身上，智贤火速赶去医院，但还是被明浩抢先了。护士说玩偶会干扰病人，明浩又把玩偶送回了智贤家。待他离开后，智贤假装朋友朴正恩来拜访，夫人对他感到陌生，但他说出女儿的习惯后，夫人还是让他进了房间。智贤顺利取回印章，晚到的小静很困惑，自己怎么不知道智贤有个叫朴正恩的朋友。他也来到了玩偶前，只发现一个丢失的手链，返回餐厅工作。智贤把印章藏进了花盆，韩江没注意到他的异样，只是感觉他和智贤挺像，饭量大，不喜欢香叶，挑菜的手法好像出自同一模具。深夜，智贤独自跟衣锦聊天，知道对方听不到，但说出来总好过憋着。要不是这场车祸，原本明天是智贤结婚的日子，为了庆祝她认清渣男，闺蜜带她去逛商场，还顺便给她换了新发型。天很快就亮了，下夜班的衣锦被一位医生叫住，已经5年了，人死不能复生。听到这些的衣锦毫无反应，但智贤却很同情。回想病房里的父母，智贤决定要活下去，列出所有朋友的名字，希望他们真情流露。第一个是开画廊的富家女，提到智贤她很感慨，但眼泪始终没落下。智贤问她为什么不哭，结果她说人还没死呢，然后就开始聊起明浩，他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。智贤听得不耐烦，返回餐厅又碰到了明浩，可能是因为自尊心，明浩似乎在寻求关注，总是指挥他或者责怪他。看不下去的韩江只好插手，顺势把明浩叫到办公室。本应聚焦工作，明浩话题却总绕着智贤转，甚至希望韩江炒了他。一向冷静的明浩气成这样，韩江实在搞不懂。眼看快下班，明浩又质问了智贤，无冤无仇，你为啥讨厌我？不难看出渣男的心被他牵着走了，可他甩开明浩的胳膊，表示不想和这种人有任何关系。这时小静刚好看见了这一幕，为了保密地下恋情，她问出了什么事，两人都不说话，她便去找同事小美打听。小美早就看出韩江很宠智贤，便说韩江喜欢智贤，但智贤似乎对明浩有好感。快到12点，智贤急忙回家，正碰上房东来收租，他没听见房东叫他，刚追到门口，慌乱的智贤赶紧爬回床上，衣锦被敲门声弄醒，房东责怪他为什么不理，衣锦一头雾水，说自己一直在睡。房东走后，衣锦照照镜子，这头发是怎么回事，还留有洗发水香味。躲在角落的智贤心惊胆战。第二天上班时，一个小男孩不小心打碎了店里的杯子，他妈妈责怪了他几句，小男孩立刻哭个不停。智贤看见后过去了，他拿了张纸巾，撕成几条做了个魔术给小男孩看。这招数让旁边的韩江愣住了，因为他之前上课时在智贤那儿见过这个魔术，他觉得眼前这人可能是智贤。但到了医院，看到真的智贤躺在那里，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神智。为了稳定自己的心，韩江回餐厅后态度一变，故意对智贤凶狠，不想他在自己周围晃悠。委屈的智贤无奈的缩手，晚上只好把身体交还给衣锦。他去偿还之前向使者借的钱，听说使者才22岁就去世了，善良的智贤为此感到难过。第二天他们去了衣锦家，
发现伊景竟然病了。以前总是吃方便面，现在常常大吃大喝而不自知，结果伊景的肠胃出了问题，连上班的力气都没了。知道他肯定不愿去医院，智贤急忙躲避，出了医院在路上摔了一跤，正好被明浩看见，他差点冲过去，感觉又不太合适，只好假装顺路，硬是把智贤送回了餐厅。发现明浩对别的女人心动，韩江为医院的智贤打抱不平，先狠狠地责骂了明浩一顿，然后气呼呼地把智贤赶走。委屈的智贤憋着一肚子苦水，正打算回家，却被明浩拦下。他主动提出让他当自己的保姆，薪水方面好商量。智贤马上答应了，觉得这是个搜集证据的好机会。但当他把身体交回给伊景，伊景因为身体问题被夜班的老板解雇了，他放任自己颓废，索性宅在家里也不睡觉。智贤没法靠近，只能在一旁着急。终于等到伊景睡着，他马上冲出门，但半路想起使者的话，目前看来伊景的生物钟全乱了，说不定何时醒来。智贤思考了片刻后回家，刚想换衣服，突然感到身体无力，灵魂仿佛被挤出体外。伊景醒来时坐在地上，望着身上的新衣，想起房东之前的话，以为自己疯了，干脆拿了根绳子，打算结束这无望的日子。旁边的智贤急得流泪，幸好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，之前见过的医生来找伊景，希望他别再放弃自己。伊景不理自己，关在房间里。智贤不能去明浩那上班，使者看不下去，只好挥手施法，在街上贴满招聘广告，帮伊景找到咖啡店的兼职工作。智贤终于可以外出了，见过迟到的，没见过迟到5天的。但因为对智贤感兴趣，明浩还是让他留下。他刚走，智贤就开始到处翻找，可是家里每个角落都找遍了，始终找不到公司的文件。就在此时，小静带着爱心便当走进屋子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双女性的鞋。抬头一看是智贤，她忍不住问：“你为什么在我男朋友家？”狐狸尾巴还是露出来了。智贤假装不知情：“他不是你朋友的未婚夫吗？什么时候变成你男朋友了？”小静赶紧找了个理由离开。晚上计划和明浩见面，明浩口头上说不喜欢伊景，只是出于同情才让他来家里工作，但是小静已经感觉到了威胁，她不放心他们单独相处，故意让韩江去家里找明浩，想要亲眼看到他们在一起的场景。这时智贤刚发现了存文件的保险柜，还没来得及开启，就被韩江痛骂了一顿。韩江给了他2个选项，要么回饭店继续干活，要么以后别说认识自己。智贤心想着要离开，可为了爸爸的公司，含泪答应留下来。韩江生气的摔门走了，而明浩自恋的以为智贤喜欢上了他。这天正是韩江的生日，叔叔端来一碗放了红格的海带汤，听说是智贤送来的。韩江立刻陷入回忆，当时他很叛逆，不理解妈妈生日时不肯喝海带汤，幸好古灵精怪的智贤故意让他输掉赌注，逼着他接受妈妈的爱。后来妈妈去世后，韩江对智贤心怀感激，看到这碗熟悉的汤，他觉得伊景和智贤很像，没时间多想，他立刻跑到明浩家，问智贤是否真心喜欢明浩，要是不喜欢就跟自己走，因为破解不了保险箱密码。智贤干脆回到餐厅。当天晚上明浩来兴师问罪，责怪韩江没通知就带人走。韩江不甘示弱，直说你是智贤未婚夫，怎么能喜欢上别的女人。明浩摊牌了，说自己没耐心等，谁让智贤成了植物人。这时服务员打断谈话，小静几人来给韩江庆生，以前智贤也在其中，可现在只能悄悄在角落祝福。离开时小静忽然叫住了他，正想解释与明浩的关系，却见智贤摆出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，让小静无语凝噎。为了早点揭露真相，智贤开始收集他的泪水，以朴正恩的名义约见老同学，甚至准备好了相机，打算录下这感人瞬间。真心白费了，大家都在流泪，更多是为自己难过，不是为了他。智贤神情恍惚地回到了餐厅，无意中听到爸爸病重，想把公司留给明浩。他急忙想要吐露真相，即使知道无法挽回，使者不忍他白费心力，便给了他一次机会，让他的灵魂可以接触物体。签约当天，智贤早早守在办公室，看到爸爸要盖章，他将印章推落地上。爸爸一愣，但还是捡起了印章。无奈之下，使者只好出手，把桌上的智贤照片扔地上。2次意外让众人愣住，取消签约，使者因干涉人间事受罚。智贤半夜回家时，伊景已醒，躺在床上，看着半掩的房门，他感到莫名其妙，主动找医生，说自己最近很反常。医生认为他压力太大，建议他接受催眠。第2天，智贤又附身了，刚好是公休日，
店里一个人也没有。角落的钢琴让他忍不住随手一弹，结果引来了韩江的怀疑。上课时听过这首曲子，由此确认面前的人就是智贤。智贤不敢承认，生怕项链上的坠子发红光。幸亏有人来了，心虚的智贤赶紧溜了。医院里，爸爸躺在病床上，智贤急得眼眶都红了。假装探病的明浩被他看见，他眼里满是恨意和厌恶，最后默默地走了。这天下夜班，伊景去接受了催眠治疗，智贤等不到他，急得不行，却无法去工作。韩江担心出事了，赶紧去找，结果发现伊景对他很生疏。韩江只好回到车里等。果不其然，不一会儿，智贤换好新衣服出来了，看起来精神好多了。韩江不禁感到困惑，智贤直接去了明浩家，多次输错保险箱密码，离开时被明浩撞见。智贤镇定地说，那天工作没做完，感觉不好，所以回来整理。明浩显然不信。这时门外传来小静的声音，为避免误会，他把智贤推入房间。小静一进门就不假思索地说话，快点动手弄公司，智贤爸爸不是得了绝症吗？你怎么还没开始行动？门里的智贤眼泪满面，意识到身边没有一个真心的朋友，他对复活失去了希望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一直待在自己房间。伊景像平时一样去上夜班。韩江找到了他，确认他不认识自己之后，韩江郁闷地跟叔叔倾诉。叔叔提到了49日的传说，人在生死之间，灵魂会被抽离，必须找到心中所求，才能回归原本。韩江觉得很荒谬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因为收集不到3滴真心眼泪，智贤决定提前走。离开前给伊景留了封信，表示感谢并承诺再也不会打扰他的生活，然后给爸爸写信，揭露明浩的阴谋，最后向韩江递辞呈，说自己要去别的地方。韩江误以为他又找明浩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智贤一路哭泣着来到医院，看到依然照顾自己的母亲，心里默念着对不起还有告别。走在人群熙攘的街道上，智贤等待着消失的那刻。此时一滴泪流进了吊坠，看到他发出的光芒，智贤突然明白这泪是真心的。其实哭泣的人是韩江，就在刚刚发生的。叔叔在搬花盆时意外发现一枚印章，刻有智贤的姓名，但他从未到过这家餐厅，那印章怎会在花盆里？韩江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立刻驱车前往医院。他站在智贤的病床前，回想起之前的种种巧合，泪水不禁滑落。看到充满希望的智贤，异常开心。他以为这滴眼泪是闺蜜小雨为他流的，跑过去感谢，却见小雨一脸懵的样子。没多久，韩江找了过来，直呼智贤的名字。智贤犹豫要不要承认，吊坠突然变热，吓得他赶紧否认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韩江知道他一定有苦衷。接下来几天，他躲在角落里偷偷观察，因为帮伊景整理过屋子，智贤害怕他发觉不对劲，于是把屋子复原，但忘了擦干净的卫生间。伊景立刻觉得有问题，韩江也注意到了，只在昼间出没的智贤，晚上伊景就恢复如常。为了帮助智贤，韩江装作一无所知，但对比以前的严厉，态度明显缓和了。这天明浩再次约智贤，他不再掩饰好感，邀请智贤一起去镇安出差。智贤为了找证据答应了。然而小静得知消息，故意叫上韩江也一起去。正好山上有位修行僧的师傅，韩江问师傅关于49日的传说，师傅告诉他，灵魂在49日内有任务，要收集到东西才能复活，而且期间不能暴露身份。韩江下山遇到明浩和智贤，他以为智贤跟着明浩是因为过去的感情，看到两人一起走，韩江没上前打扰。突然出现了意外，伊景晃晃悠悠醒了过来，智贤被迫搬家。明浩想上前帮忙，却发现那人不再认识他。智贤立刻呼叫使者，使者也感到困惑，按理说伊景不该醒的，难道这里有什么干扰了他吗？使者决定查明原因，把伊景所见变成梦境。迟到的小静看到明浩在关心伊景，他忍不住提出质疑，吓得明浩急忙把他拉到一旁。韩江看着茫然的伊景，猜到了一些，原本想送他回家，但他只顾着自己走。原来这是他和已故男友来过的地方，而她的男友竟是他人。衣袖是使者，他们在孤儿院相识，衣袖是伊景的光芒，可惜好景不长，衣袖5年前车祸去世，伊景伤心不已，现在只能依靠回忆生活。韩江一直跟着他，却没注意到智贤和衣袖也来了。街边有学生在算塔罗牌，韩江想起了学生时代的智贤，那时他爱给同学算卦，一次刚好碰到伊景和衣袖，他们随意抽了一张牌。智贤看后神情肃穆，停顿了很久才说，他们是完美的一对，说完还送上了一朵玫瑰。
韩江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撒谎。等着两人走后，韩江问智贤为啥骗人，明显那牌是要分手的信号。智贤觉得很冤枉，自己只是撒了个好心的谎，俩人因此吵了一架。韩江后来想和好，带着花去教室的时候，只听说智贤转学了，这事成了韩江心中永远的遗憾。衣袖也一样遗憾，他曾许诺要给衣锦一个家，但意外来得太突然，最终只留下衣锦一人受煎熬。他控制不住的流泪，直到晕倒在衣袖怀里。现在的衣袖忘了生前的一切，但觉得衣锦很熟悉，不禁伸手抚摸他的脸。回过神后，衣袖赶紧召唤智贤，一切宛如一场梦境。智贤跟韩江一起走了，明浩看见跑到餐厅叫人，没想到韩江一上来就给了他一拳。白天和小静争吵，晚上还去找其他女人，你究竟把智贤看成什么了？明浩听后撕掉假面，说智贤已经清醒不了，自己为什么不能喜欢其他女人？韩江对他很失望，昔日挚友反目成仇。明浩开始策划如何迅速掌控公司，发现他的心思全都在智贤和工作上。小静感到很失落，他去找明浩对峙，没想到明浩坦白喜欢上智贤。小静不愿就此罢休，他怀疑智贤接近明浩别有用心。那天去医院，得知有个叫朴正恩的女子常来，说是智贤的朋友，小静起了疑心。直到在餐厅找韩江，看到桌上有封辞呈，上面的笔记竟和智贤的一样。小静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其实这信就是智贤写的，当初因失望想和所有人诀别，一滴泪让韩江留下了他。他还发现了他写给爸爸的信，知道了他明白自己与明浩的事，还有爸爸病重拒绝手术的情况。韩江默默把信放回原处，然后赶到医院，恳求社长立刻手术。同时醒来的衣锦也感到不对劲，虽然只是一场梦，却感觉异常真实。他再次尝试催眠，看到了最近的所有事情，这不仅仅是个梦了。衣锦静静地坐下沉思，智贤轻轻地想整理她的头发，没想到她感觉到了这触摸。回到家的衣锦停止吃喝，智贤决心解开她的心结，但翻看同学录时发现，衣袖竟是她已故的男友。他把东西递给衣袖，每个使者都不记得生前的事，只晓得留下来，是因心愿未了，但一旦回忆启动，心痛便随之而来。看到衣锦的熟悉面容，衣袖竟连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。等他走后，明浩也来了咖啡厅，衣锦下意识地喊出了他的名字，反应过来后感到非常紧张，幸亏医生来帮忙。衣锦告诉他自己没生病，而是和一个灵魂共用身体，有时还能听到对方的声音。智贤完全没发现衣锦已经知道。韩江劝爸爸做手术，手术很成功，智贤激动得泪流满面。小静又一次目睹了这一幕，进一步加剧了他对智贤的疑虑。那天在医院门前，智贤与一男子擦肩，两人都停下了步伐，奇怪地盯着彼此的颈链。男人说他与智贤境遇相同，却未能收集到眼泪，只剩下最后一天了。智贤对他脸上的伤感到好奇，没想到他说这全是自己挥的。他以前很有钱，那是因为遇到了这个人，被抢劫后就丧命了，所以他偶尔会想教训一下这人。智贤只剩13天了，男人告诉他接下来会越来越弱，连走路都没劲了。小静在不远处听到了这些话，她拦下想走的男人，说愿意给他钱，只要他透露智贤的秘密。男人讥讽地看着小静，要钱有什么用？要是能让我活，送你2套海边别墅。晚上，智贤陪韩江去餐厅，今天是韩母的忌日，韩江怀念母亲，回想起那次的海带汤，他感激地望着智贤，还把妈妈的手链送给了他。窗外，明浩和小静站在那儿，回想起最近发生的种种。小静坚信眼前这人是智贤，而明浩却不肯相信。他想都没想到，自己还是爱着智贤。为了证实这一切，小静第2天叫智贤出来见面。他故意把智贤看成朴正恩，讲述自己是如何被智贤家收留的。智贤乐观又善良，总把好的东西留给他。正因为这种善意，让他有了深深的自卑感，最终变成了对智贤的厌恶。听到这番话的智贤忍不住哭了。小静心里有数，完全不在意刚刚有多伤人。智贤到首尔的酒店取衣锦的东西，一张照片抓住了他的眼球，衣袖竟和另一女子合影。智贤冲上前追问怎么回事，衣袖泪眼汪汪，回忆起过往的点点滴滴。5年前，他爱好唱歌，经常与女歌手合作表演。朋友为了逗乐拍下该照，不料却造成了衣锦的误解，俩人吵架，决定分手。衣锦丧丧的生活，本来衣袖打算演出后去道歉，谁料连求婚戒指都准备好了，回家路上却遭遇车祸。衣锦迄今未知这些事，因此变得现在这样。衣袖痛哭流涕，决定去找领导问清楚。
智贤带着东西回到餐厅，韩江走过来关心的同时，也注意到了吊坠里的眼泪。他没提自己在病房里哭过，只是回忆那天的眼泪是怎么来的。智贤才意识到，这泪是韩江的。明浩这时也来了，他无法接受智贤爱上韩江，逼他承认自己对他的感情。智贤生气极了，韩江突然冲了上来，他狠狠甩开了明浩的手。一回家，智贤把身体还给了伊景，他自顾自地讲述衣袖恢复记忆的事情。伊景听完愣在原地，好奇他怎么知道衣袖的事。去上班的路上，衣袖默默跟在伊景后面，他那孤单的背影让人心疼，忍不住为他点亮头上的灯。接着他去警告智贤，千万不要干涉他和伊景的事，否则他就见不到伊景了。后来小静去明浩家，明知明浩只爱智贤，他还是执意冒这个险，恳请明浩清醒过来，思考智贤为何要用别的身份接近他们。这一天，明浩找到了伊景的房东，用高价买下那房子，让里面的人尽快搬走，然后约智贤出来，质问他为何撒谎。智贤担心吊坠碎掉，起身要跑，他去找衣袖寻求解决办法，但衣袖却无法直视他的脸，最后忍不住大喊：为什么非得用伊景的身体？这句话让智贤愣住了，忽然记起那位大叔的话，他顿时明白了，事故是伊景引起的。原来伊景那天想自杀，冲进马路被医生救了，但导致后面的车连环相撞，智贤因躲避不及而遭遇车祸。回家后，智贤忍不住责怪，看着伊景默默吃面，他挥手一拍，结果把伊景的筷子打掉了。伊景吓得一惊，循声望去，居然是智贤的样子。这时房东来敲门，说房子已经卖掉了，伊景只能另想办法。晚上明浩到咖啡厅，他直截了当地说，有个灵魂在和伊景共用身体，这对他来说很烦，希望伊景能走，否则他只能另想办法。伊景明白他在威胁自己，为了避免麻烦，便决定离开。这一情景被韩江看到，他紧跟伊景上了地铁，了解情况后，恳求伊景给智贤一次机会。他很想活下去，病房里的父母仍在苦苦等待。智贤紧跟而至，他泪流满面地请求伊景。伊景不是冷酷无情，最后决定下车，重新返回出租屋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两人的关系明显变近了。伊景向智贤道了歉，智贤也表示感谢，特意做了一桌好菜等他醒。聊天时提到了衣袖，智贤说会主动去找伊景，伊景不敢相信，泪水忍不住流下来。明浩很快听说伊景还没走，又来到咖啡厅，质问他是不是故意和自己作对。伊景冷静地撒谎，说智贤一直在跟着他因为害怕所以没离开。明浩觉得事情不简单，他频繁试探伊景，伊景回答的头头是道，让他弄不清面前这个是伊景还是智贤。同时韩江接了个电话，明浩开始对公司动手了，大量期票涌入让资金链断裂，如果拉不到投资，公司就得破产。夫人焦头烂额，还好韩江拿出智贤的印章，建议夫人用智贤的名义抵押资产，并且得瞒着明浩。夫人心里也有数了，照着韩江的方案，公司很快渡过难关。小静听闻后觉得难以置信，回家向小雨打听情况，却看到自己的行李已经打好了。原来小雨知道他和明浩的关系，身为智贤的好朋友，居然干这种事，任凭小静如何解释，小雨都把他赶走了。第二天，智贤去明浩家，费力用明浩妈妈的生日开保险箱，结果里面竟空空如也。这时明浩回家了，面对他的层层追问，智贤被吓得离开了伊景。伊景打算找借口走人，没想到明浩叫来了驱魔师，想要彻底清除智贤的灵魂。关键时刻，韩江又赶来了。考虑到明浩要对智贤动手，韩江让伊景搬到餐厅住。离49天没剩多少时间了，智贤的身体日渐虚弱，韩江看不到他了，只关心伊景的健康。善良的智贤不想让别人担心，睡前还提醒伊景，这里的披萨挺好吃的，叫他多吃点。晚上韩江跟伊景聊了许多，伊景劝韩江别太执着于智贤，如果智贤不回来，受伤的只有他自己。韩江听了有点生气，表示不到最后一秒绝不轻言放弃。他刚要转身离开，身后突然被人抱住，韩江才意识到原来是智贤。两人默契无言，只希望以后的日子能慢点过。明浩透过窗户看到这一切，嫉妒使他失去了理智，唆使小静拔掉智贤的氧气罩，让智贤不能再回来。小静本来有些犹豫，但在明浩的洗脑下，他还是进了智贤的病房。幸好韩江及时赶到，他质问小静是不是疯了，怎么能干这种事。小静只是哭不言语，跟来的智贤也泪流不止。他从未想过两人的友情这么不堪一击。韩江也找上了明浩，
得知明浩有个爱赌博成性的父亲，多年前抛弃了他们母子。韩江说明浩和他爸没区别，只会利用别人，不值得任何人真心。明浩被深深刺痛，决定孤注一掷，并让小静拿钱先离开。推开门，夫人正站在外面，看着狼狈为奸的两人。夫人骂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废物。小静挨了一巴掌，索性摊牌，责怪夫人一直看不起他，甚至在他被绑架那天，夫人也只关心智贤的安全。夫人气得说不出话，难道母亲关心孩子有错吗？社长一出院就回了公司，听到公司某项目失败，又是明浩负责的，社长马上感到事有蹊跷，正要采取措施，公司资金又断了。为了救公司，韩江先向检察院递交关于明浩的证据，然后飞往美国，请求爸爸投资智贤家的公司。此刻智贤只剩5天，开心的准备包饭，想趁离别前和韩江郊游。可到餐厅才知道，韩江已经去了美国，来回要花好几天。智贤崩溃痛哭，后悔没见韩江最后一面。晚上怡秀来找他，因没收集到3滴眼泪，智贤迎来最后的通知。这天是父母的结婚纪念日，他以朋友的名义出现，买了蛋糕替他们庆祝，唱了他们最爱听的歌。看着即将离开的智贤，伊景突然有点后悔，但智贤没有怪他，反而准备了礼物给他，祝福他以后过得好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智贤已经不在房间，桌上留着做好的饭菜，盒子里装着日用品。智贤在信中写道：感谢这段时间姐姐的照顾，姐姐是个好人，所以请一定不要放弃自己。伊景抱着信泪如雨下，正要离开的智贤感觉到吊坠有所变化，在他反应之前，第3滴泪已经掉落。智贤紧紧握着吊坠，眼前视线渐渐模糊，病床上的他缓慢睁开眼睛。父母和小雨都惊讶万分。就在刚才，医生刚刚宣布病危，3人悲伤的痛哭，没料到这竟唤醒了智贤。此时韩江也恰好回到了现场，他赶到医院第一时间，却意外发现智贤对他很生疏。听说灵魂归位会遗忘49天内的事，韩江感到稍微有点失落，但他还是把好消息告诉了伊景。同时明浩接到了检察院的电话，他已无翻盘的可能，他面临的将是坐牢。小静没料到情况会这样演变，医院里的智贤一直在叫他去见面，他害怕见到以前的朋友，最后被夫人强行带到了医院。智贤和他单独谈话，还记得订婚那天吗？因为太匆忙了，你把自己的鞋子给了我，大家都说鞋子是女人的尊严，可你为了我无所谓。小静听到这里感到羞愧，正准备开口说点什么，智贤闭上眼睛说他困了，实际上他没忘记，只是想给这段友情一个好结局。警方在疗养院找到了明浩，他是来跟母亲告别的。母亲时好时坏，唯一记得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明浩很优秀。明浩听后流下悔恨的泪水，最终在母亲的注视下戴上手铐被带走了。这边衣袖也卸任了，他递上一封邀请函到伊景面前。原来智贤说的是真的。伊景彻夜无眠，天亮后不但洗了头，还特意做了护肤去找衣袖。看着心爱的人走来，伊景简直不敢相信，他哭着扑进衣袖怀里。衣袖带他回到当年的事故现场，5年前的误会终于解开，草丛里的戒指也找到了。衣袖重新给伊景戴上戒指，陪他去游乐场，帮他布置温暖的房间。一切似乎回到从前，但幸福太短暂了，衣袖不能一直陪伴伊景。他们去海边放松，衣袖放开了伊景的手，希望伊景能忘了他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。说完他泪流满面的走了。看着爱人消失在路的尽头，伊景再次陷入痛苦，伤心中想起了智贤，便来到医院探望。开门那一刻，伊景犹豫了。智贤忘掉了49天的所有事，怎么还能记得自己呢？伊景失望的转身就走，智贤突然从里面冲出，边喊姐姐边一把抱住他。伊景觉得奇怪，智贤便解释自己的记忆其实没丢，只是假装不认识韩江。伊景不懂相爱的人为何这般。智贤接着说道，因为我马上要走了，所以不想让韩江伤心。第2天复活，衣袖找到了智贤，智贤开心地打了声招呼，这时才意识到自己记得一切，还能看见他。衣袖迟疑后宣布了坏消息，智贤是他最后一位送走的人，作为补偿让他保留这几天的记忆，但6天后就将迎来生命终点。伊景紧握智贤的手，感叹命运多么不公。经历沉浮的智贤早已看开，生命正计时逝去。他与父母共享了最后的团圆饭，然后又开始准备便当，邀请韩江一同出游。他们一起到许愿池许愿，智贤双手合十祈祷，希望身边的人都能幸福安康。韩江安静地注视着他，眼中满是不舍。其实伊景已经把一切都说给了他，他知道智贤的苦心，他并未揭穿，
只盼望下辈子能再遇到他。回到医院后，智贤向父母道别，他说自己很幸运能成为他们的女儿。父母笑得很欣慰，但智贤一下子倒地了，灵魂又飘离了身体。听爸爸的呼救声，智贤含泪走了。看他要离开，衣袖便告诉他一件事，原来3滴泪中有小静的1滴。他总觉得爱情是一切，却没看到智贤的真心，一时冲动想碰智贤的脸，结果被赶过来的韩江误解了，解释的机会也没有了。智贤知道真相后很安心，他和衣袖握手道别，然后笑着走进传送门。病房里，父母已经哭得泪流满面。医生说智贤是因车祸后遗症离世，妻子抱着遗体怨天尤人，一旁的韩江却已准备好面对一切。但看着那条白布，泪水不禁涌出。远在异乡的小静接到噩耗，顿时如遭雷击。他联系正在服刑的明浩，当知道智贤去世后，电话从手中滑落。此刻他心中也一定充满悔恨。葬礼时大家为了智贤哭泣，小静却不敢现身。看到照片上那灿烂的笑容，我的心逐渐被悲伤填满。衣锦也一样难过。智贤负责整理衣袖留下的遗物，发现了一把钥匙，他陪她来到衣袖的老练歌房，打开满是灰尘的柜子，他找到了儿时的书包和鞋子，自言自语衣袖为什么会留下这些。接着他又找到一张存折，这是衣袖给他买房的钱。最后一件事搞定，衣袖含泪告别。韩江来看社长夫妇，夫人正拿着照片回忆，原来智贤有个姐姐，小时候出游时走失了。韩江接过照片，惊讶发现照片上的人竟是衣锦，所有谜团都揭开了。当年衣锦走丢，一半是因为智贤淘气，分散了母亲的注意力。多年后他出事，也是因为衣锦突然出现，冥冥中缘分将他们绑在一起。经过这漫长的49日，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同了。智贤不再是那个傻白甜了，间接保住了爸爸的公司。衣锦一脱阴霾，即将展开新生活。同时韩江的努力也有了回报，这表明世上仍有真情。关于明浩和小静，他们各自为选择付出代价，没有这49天恐怕错更多。最终孤单的衣锦回家了，韩江没有让智贤失望，成为衣锦唯一的朋友。他们聚在一起纪念智贤和衣袖，虽然未来见不到面了，但对他们的爱永远不会消失。